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《今天你为了谁而活》这本书。不过在正式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大家一个听起来有点奇怪的问题：您吃过煎鸡蛋吗？是不是觉得既突然又好笑？可能很多人会想，这还用问吗？谁没吃过煎鸡蛋啊？我之所以故意问这个看似理所当然的问题，是想借此提醒大家，其实能这样平凡而自然地吃上一枚煎鸡蛋，随手买点喜欢的零食，吹着空调看电影、刷漫画，哪怕是睡前看看电视剧，都是一件多么幸福、多么被眷顾的事情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在过去，哪怕是一枚煎鸡蛋、一次旅行，对于普通人来说都是奢侈的、可望不可及的东西。别说煎鸡蛋了，像我们现在家里有冰箱、空调，饿了还能随时去超市、便利店，这样的日子，过去的贵族都未必能拥有，更别提一部手机就能看遍天下，随时随地享受各种娱乐。我们生活在一个空前便利、物质丰富的时代，可是讽刺的是，尽管如此富足，人们的幸福感却在不断下降。这可不是随口一说，很多调查和统计数据都能证明这一点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如果物质富足、生活便利反而成了让人不幸福的原因，那我们是不是该像过去一样，回到贫穷不方便的生活呢？显然这也不现实。就在这时候，本书的作者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，答案或许藏在非洲坦桑尼亚一个叫布恩朱村的小村子里。在那个地方，人们的幸福感始终如一。举个例子，如果有个孩子说，我想抓住天上的流星，村子里的所有大人都会放下手头的事，陪孩子一起去追流星。他们会花上1个半小时，仰望夜空，和孩子一起奔跑。您听到这儿可能和我当初一样，心里忍不住吐槽，在干嘛呢？这样做多浪费时间啊！因为在我们习惯的现实逻辑里，抓住流星根本不可能，还耽误工作，影响效率。可作者正是想提醒我们，正是这种凡事讲究效率、讲求性价比、追求合理化的思维方式，正在让现代人变得越来越不幸福。我们不断在想办法节省时间，提高效率，连看个视频都要开倍速，仿佛永远在赶时间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我们到底在赶什么？为什么要把自己逼得这么急？布恩朱村的人会笑着告诉我们，其实啊，真正的幸福就藏在那些看似无用、琐碎的小事里。如果按最划算、高效率的思路去活着，那么人生最节省的方式，大概就是一出生就死掉，既不浪费时间，也不浪费资源。可那样的人生，哪还有什么趣味和意义？人生的乐趣，恰恰就在于能否去享受那些看似无用的时间，比如能在夜晚追逐1颗流星，能为一朵路边的小花停下脚步，能和朋友聊一些不着边际的废话，能跟家人放声大笑，这才是生活真正的意义。而现代人，恰恰就是把这些无用的幸福给弄丢了。所以这本书就是想帮我们这些被效率性价比绑架的现代人，找回那份内心的愉悦，找回那个曾经愿意为流星停下脚步，能静静发呆的自己。接下来我想跟大家一起分享，为了自己而活，必须学会的4条人生箴言。希望你能把这些道理，慢慢地融入自己的生活，找回那份轻松、自由又温暖的人生节奏。第1条箴言是，享受人生，就是享受那些看似无用的时间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现代人大多没有足够的心的愉悦，更别提去享受那些看似无用的时间了。而缺少这种享受无用时间的能力，或许正是我们现代人难以感到幸福的重要原因。印度著名思想家萨蒂什·库马尔小时候有个故事特别值得一提。有一天，他的母亲在织毛衣，姐姐看见了，就对母亲说，妈妈，织毛衣太费时间了，我去帮您把缝纫机拿来吧。如果是我们，大概也会觉得，是啊，快一点不是更好吗？但他母亲却笑着说，
神在创造时间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吝啬过。时间是源源不断到来的，它不是用来耗尽的，而是用来体会的。既然明天、下周都会如约而至，那我们又着什么急呢？这段话不仅给了萨蒂什和他姐姐启发，对我们这些总被时间追赶的现代人来说，也非常发人深省。我们常常把自己忙到心都丢了，但其实，时间不管您多焦虑，它都会来到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能不能以平静的心态去迎接。一旦有了这种余，即便不是什么有钱人，我们也能成为时间富翁。而事实上，那些年收入几千万、上亿的超级精英，大多被时间逼得喘不过气。问他们最想要的是什么，他们几乎都会回答：时间。所以作者说，不用太执着于金钱，只要拥有了自由支配、充裕而平静的时间，我们就更接近幸福。故事还没完，萨蒂什的母亲还说了一句特别棒的话：一针一线慢慢缝的时候，人的心是安静平和的，但一旦被机器催促着赶工，就完蛋了。有了缝纫机，大家虽然省了时间，却不再珍惜布料，反而浪费的更多，工作方式也慢慢变坏了。所以表面上节省了时间，其实却丢掉了劳动本身的价值和快乐。他说，对我来说，动手做针线活，就是我内心的宝物。这句话真的很棒。如果我们也能把工作当成一种回报，当成一种享受，那该多幸福。而现代人正是因为一味追求高效、性价比，把工作、生活全都变成了单调的游戏，赚的比别人多，升职尽量快，绝不浪费时间。但这些执念，其实只是时代遗留下来的过时玩法罢了。真正的幸福，反而藏在那些看似无用的时间里。能够从无用之事中获得快乐，正是内心充实、有余裕的表现。作者建议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练习，一周哪怕只有一次，也请问问自己：我现在最想吃什么？然后亲手、慢慢、认认真真的去做那道菜。为什么是做饭？因为做饭这件事，跟大地是连结在一起的。蔬菜从土地里长出来，猪、牛等家禽在土地上成长，水和火的平衡，直接会影响到食物的美味，甚至风也会让食物更加好吃。只有当地、水、火、风这4样元素融合在一起，才能做出真正美味的料理。而这些，正是现代人渐渐遗忘的东西。我们早已没时间踩踩泥土，感受微风，也没心情去静下心体会水和火的重要。但做饭能让我们重新找回这一切，既能享受无用的时间，也能滋养身心。所以，就算平时不擅长做饭，不妨从1周1次开始，认真的为自己做一道最想吃的菜。说不定你会在这个过程中，慢慢找回那份久违的宁静和幸福。第2条箴言是，请试着放下那些您本来就讨厌的事情。刚才我们提到，想要把做饭变成习惯，第一步就是问问自己今天想吃什么。其实这件小事本身就非常重要，因为我们现代人常常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我们习惯讲究礼节，习惯为了顾及他人、合群，不给别人添麻烦，强行压抑自己的心声。久而久之，自己的喜好、欲望，甚至内心真正的声音都被埋藏了起来。当然，作为社会性动物，有些场合学会隐藏、克制是必要的。但问题是，我们太过习惯压抑内心，渐渐就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本书的书名正是来自非洲布恩朱村的一句问候语：今天您是为了谁而活？而这个问题的理想答案，永远是为了自己而活。因为只有自己幸福了，才有可能带给别人真正的幸福。一味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，并不等于善良，那其实是一种伪善。不过，说为了自己而活，听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却非常难。它并不是放纵，也不是任性，而是好好珍惜自己。想要做到这一点，
有2个关键：一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；二，不去做那些自己根本不想做的事。这2件事看起来简单，但其实很有难度，尤其是第一点，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。因为现代人很容易迷失自我，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。所以，我更建议大家先从第2点开始，不去做那些自己其实并不想做的事。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？明明不喜欢，但因为碍于情面，怕别人不高兴，就硬着头皮去做。比如某个聚会、某份工作、某段关系，甚至生活中很多日常琐事。很多时候，我们都是被不得不做绑架着。但如果我们的人生大部分时间都被讨厌但不得不做的事情占据，那就注定无法感受到真正的幸福。当然，我知道大家要生活，要赚钱，不可能马上把所有讨厌的事都抛开。不过，我们可以一点一点地把讨厌的事情从生活里剔除，从最简单的事开始。比如，下周有没有一个您其实不想去，但碍于情面答应了的聚会？如果有，就试着取消那个聚会吧。即使别人说临时不去不好吧，也没关系，因为那原本就是您讨厌不想做的事，拒绝了也没什么好内疚的。当您一点点舍弃那些讨厌的事，您的人生就会一点点变轻松，内心也会慢慢回归真实。而且，当您学会为自己的生活助力，才有能力发自内心的去祝福和支持他人。最终，这份温柔和力量也会悄悄地回到您自己身上，滋养您的人生。反过来说，您勉强自己去参加一个不想去的聚会，又能让谁真正幸福呢？或许邀请您的人会稍微不快，但老实说，他也不会因此痛苦万分。大多数人其实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在意您。我们总是过度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但事实上，别人根本没有那么关注您的一举一动。当你勇敢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事，学会珍惜自己时，您反而能成为那个真正理解、关心他人的人。这种成长是互相成就、互相滋养的。所以，当您成功舍弃掉一个个讨厌的事物后，再试着问问自己，那我到底想做什么呢？当讨厌的事越来越少，内心就会慢慢变得澄澈真实，那个您一直在找的答案也会悄悄浮现。第3条箴言是，真正的幸福其实是来自于发现那些原本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幸福。这里我也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做个小练习，请您现在尽可能多的把自己生活中那些理所当然的幸福列出来，比如能呼吸，能看见，能吃饭，有温暖的被窝，有家人朋友可以说说话，哪怕是今天没有迟到，早餐吃到喜欢的面包都行。当你认真列出来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发现，原来自己身边藏着那么多幸福，而这些平常我们却几乎从来没有认真注意过。书里说，能够真正意识到、发现这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小小幸福，这才是幸福的原点。接下来，请您再写下一个自己最大、最想实现的愿望，比如想要一套属于自己的公寓，或者想住在能看见大海的房子，甚至想环游世界都可以，任何愿望都行。好了，当这些都写好以后，我们正式进入这个练习的重点。假如现在有人对您说，如果您愿意放弃刚才列出来的那些理所当然的幸福中的3样，我就帮您实现您刚才写的那个最大的愿望，请问你会怎么做？这个问题可没那么简单，对吧？或许很多人别说3样了，可能连1样都不舍得放弃。正是通过这个设想，作者想让我们发现，原来自己一直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东西，其实比那个最大愿望还要重要，还要珍贵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误以为幸福是去追求、去获得，但实际上，真正的幸福是去发现原来自己早已拥有的，每天都能呼吸、看见、吃饭，和喜欢的人说说笑笑，能健康的活着，这些才是人生中最不可替代的幸福。不过，人生中最容易的事，就是忘记这些理所当然的幸福的存在。所以，
要想持续感受到幸福，需要我们有意识地去提醒自己，去记得这些看似平凡，其实珍贵无比的日常。为此，非常推荐大家试着做一件事，写幸福日记。每天睡前，写下至少一件让您觉得幸福的小事，哪怕只是今天的天空好美，风吹在脸上的感觉很舒服，咖啡喝得刚刚好，什么都行。如果今天心情不好，天气也差，也可以写，虽然下雨了，但我还能健康的活着。或者，虽然不顺，但还好我还有朋友可以说说话。这样每天记录一点点，不需要长篇大论，哪怕只有一句话也好。慢慢的，你会发现，原来自己身边早就有那么多值得感恩、值得珍惜的幸福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你会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，原来我早就是个幸福的人了。第4条箴言是，小说里的主人公之所以迷人，是因为他们也有缺点。人生亦是如此。大家有没有想过，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原谅的到底是什么呢？是别人吗？是这个世界的不公吗？是战争？还是社会的黑暗？如果你认真去探寻自己的内心，很多人可能都会给出同样的答案。我最不能原谅的，就是那个一无是处的自己。我们总是习惯性责备自己，特别是像如今的社会那样，从小被灌输严于律己是一种美德的观念，很多人不知不觉中学会了苛责自己。但问题是，如果连您自己都在责备自己，那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来夸奖您、肯定您、支持您呢？人生本来就充满了不公平和不合理，明明那么努力，却得不到认可，甚至遭遇误解和批评。而就在这种时候，如果连您自己都背叛了自己，开始指责、讨厌自己，那您就真的无路可退了。所以，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，至少自己不要责备自己。如果您能接纳、认可、原谅那个不完美的自己，会发生什么呢？这或许就是宇宙间来自自己对自己的最大、最深的爱了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要原谅这个世界上最让您讨厌、最让您失望的自己，比原谅任何别人都要困难。但也正因为困难，才格外有意义。如果原谅自己是人生中最难的事情，那么一旦您做到了，其他所有事情、所有的不满和怨恨，也都会慢慢变得能够释怀。我们能原谅自己的程度，决定了我们对他人的温柔程度。那么，为什么我们总是无法原谅自己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们都不完美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理想中的自己，而当理想和现实差距越大，越容易讨厌自己，越无法接受自己。但其实，这种完美主义只会让人痛苦，毫无意义。因为人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生物，正是因为有缺点，我们才是人。而且，能够去爱不完美的存在，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珍贵的人情味。顺便一提，原谅意味着让自己的内心放松，给自己留一点余裕。只要内心有余裕，便能原谅更多的人和事，慢慢进入一种良性循环。到最后，您甚至能原谅所有人，包括那个曾经讨厌、害怕面对的自己。这种人的温柔，是人工智能和机器永远做不到的。因为人工智能是完美的，但正是因为不完美，我们才是独一无二的人类。您甚至可以这样想，所谓的缺点，其实就是您的个性，您独一无二的特质。所以，当您感到孤独、失落的时候，希望您能像拥抱自己的小孩一样，温柔地和自己说说话。比如每天洗澡的时候，轻轻抱抱自己，对自己说一句话：今天辛苦了，你做得很好，我喜欢现在的你。没关系的，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什么都可以。当然，刚开始可能会有点害羞，但没关系，那时候只有您自己，没人会听到。因为人生幸福的基础就是安心感，而这种安心感，光靠自己抱抱自己，对自己说些温暖的话，就能慢慢建立起来。当您学会拥抱自己，学会温柔地和自己对话，
您就能成为自己最坚定、最忠实的支持者。所以，真心希望大家能把每天写下一件让自己觉得幸福的小事，和每天对自己说一句温柔的话，一起变成习惯。慢慢的，您一定会发现，原来我就是我自己人生里最温柔、最重要的人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